各位有没有被蜜蜂蛰过呢？这种酸爽，我相信只有亲身体会过才能知道。那如果我告诉你，被蜜蜂蛰或许是一种福报，你们信吗？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缺奇迹。曾经在美国有一名女性，她恶疾缠身，几乎已经放弃挣扎。然而偶然的一次出门，她被一大群蜜蜂围攻。鉴于从小就知道自己对蜜蜂严重过敏，她更是心灰意冷。既然如此，那直接被蜜蜂蛰死算了。可没想到，过几天，他不仅安然无恙，还奇迹般的恢复了之前的病痛，变得越来越健康。难道说蜜蜂真的是他的救命恩人吗？艾莉·诺贝尔在27岁那年被蜱虫叮咬后感染了莱姆病，这是一种博氏书螺旋体细菌引起的疾病，主要表现为关节肿胀、疼痛。如果不及时治疗，患者的病情就会逐渐加重，造成运动障碍，甚至损害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然而被咬后的艾莉并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她不仅频繁出现流感的症状，还经常浑身疼。她能做的就只有把头从枕头上面轻轻抬起来，行动能力变得特别差。更糟心的是，艾莉迟迟找不到病因，有的医生告诉她问题不大，病痛会自行消亡，也有医生诊断她是多发性硬化症、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纤维肌痛综合症。直到被蜱虫咬了1年多后，医生才意识到艾莉是感染了博氏书螺旋体细菌，也被称作为莱姆病。只可惜这时候已经太晚了，各式各样的治疗方案都已经不奏效，艾莉只能待在床上或者轮椅里，经常神志不清。偶尔清醒的时候，她又会陷入莱姆病的噩梦，情况非常糟糕。经过了10几年的抗争，艾莉的病情都不见好转，她变得心灰意冷，逐渐失去了求生的欲望。很快，她搬去了加利福尼亚州，准备在那里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可搬家还不到1个星期，艾莉就遭遇了一群非洲蜜蜂的袭击，他们成群结队的围攻她，疯狂地钻进她的头发和衣服里面，嗡嗡作响。由于行动不便，她根本就没有办法逃脱。而且更可怕的是，小时候的艾莉有一次被蜜蜂蛰伤后，出现了严重的过敏反应。当时她全身过敏，喉咙水肿，呼吸困难，甚至出现了过敏性休克，用上了除颤仪，真的是差一点点就死了。因此，艾莉从小就知道自己必须要远离蜜蜂。最后，当蜂群散去，艾莉浑身瘫软在地上，她的脑袋、脸和脖子上都是伤痕。可她并没有去医院，因为艾莉坚信这是上帝在帮助自己加速死亡。反正横竖都是死，他干脆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静静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可经历了几天的疼痛后，艾莉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大脑逐渐清醒，她不仅幸存了下来，精气神比之前还要好了很多，困扰自己多年的莱姆病症都有了明显的改善。这个时候，艾莉突然联想到，肯定是蜜蜂救了她。自从艾莉偶然发现了蜂毒对莱姆病有奇效后，她就开始着手研究其中的奥秘。可惜互联网上的资料寥寥无几。终于，艾莉找到了一篇文章，讲述的是1997年蒙大拿州落基山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发现了蜂毒肽可以杀死书螺旋体。根据资料显示，他们将细胞培养置于纯化的蜂毒肽中，发现了该化合物确实有效抑制了博氏书螺旋体的生长。在观察过程中，他们还发现，在添加蜂毒素后不久，细菌被麻痹，变得不能移动。不久之后，细胞膜开始破裂，从而杀死了细菌。靠着有限的研究资料，艾莉决定自己摸索，找蜜蜂来做实验。很快，他订购了大量的蜜蜂，学会了用镊子轻轻夹住蜜蜂，然后放在想被它蛰的地方。就这样，艾莉制定了一套自己的计划，每周1、3、5，她都要与蜜蜂亲密接触。多年间，她发现了蜂毒疗法可以杀死导致莱姆病的部分细菌，但也只能直接从蜜蜂身上提取才会起效。据不完全统计，在被蛰了几千次后，艾莉开始逐渐减少自己被蛰的频率和次数。到最后，艾莉在8个月内仅用蜜蜂治疗了3次，她的莱姆病似乎已经痊愈。同样的事情还发生在普雷兹利·科尔伯恩身上。他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是个音乐家，也饱受莱姆病之苦。从16岁开始，普雷兹利就持续出现不适的症状，几乎每天都会发作癫痫，说话谈吐困难，身体还时不时的痉挛，有时候都无法控制笑声，甚至会笑到哭的程度，搞得身心俱疲。随着时间的流逝，病情日益严重，普雷兹利搬回到父母的住处，被送过4次急救中心。和艾莉一样，普雷兹利也是四处求医，但得出的诊断结果五花八门。什么脊柱癌、子宫内膜异位症、纤维肌痛，甚至还有医生认为普雷兹利只是疑病症，属于心理疾病。这些无疑加剧了他的绝望。后来，普雷兹利拜访了一名研究自然疗法的医生，
对方建议他检测一下莱姆病，果然结果显示普雷兹利对2种莱姆病菌株呈阳性。可是传统的治疗方法总是不见效，他每天至少要挂2次水，对肝脏和肾脏造成了很大的负担，连医生都建议他先缓一缓。无奈之下，普雷兹利只能寻找各种替代方法。有一天，他的母亲恰好遇到了一位推销蜂产品的店主，对方告诉他自己的莱姆病就是靠蜂毒治疗好的，而这句话简直是他们全家的救命稻草。在接下来的2年半时间里面，普雷兹利在丈夫的帮助下，手动被蜜蜂蛰了数千次。夫妇俩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蛰人的视频和照片，甚至直播了全部过程。在此过程中，普雷兹利与一家销售活蜜蜂的公司达成了长期合作，对方每周都会寄去一个装有40只蜜蜂的包裹，现在已经攒下了3个大蜂箱。大家想象一下，快递盒里面嗡嗡作响，求此处快递员的心理阴影面积。而收到新蜜蜂后，普雷兹利的丈夫便会手持肾上腺笔或者镊子，用蜜蜂尾巴部分往她的脊柱上蛰，每周3次，每次蛰10下左右。其实一开始丈夫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但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普雷兹利竟然恢复了平衡。要知道他之前几乎每天都瘫坐在轮椅上。果然在坚持蜂毒治疗2年半后，奇迹出现了，普雷兹利的莱姆病症状几乎全部消失。截止到今年的6月，普雷兹利停止蜂毒疗法后，病情还没有复发过。据说每年大概有30万人被诊断为莱姆病，如果尽早治疗，或许抗生素能够赶在病菌扩散到心脏、关节和神经系统之前把它们逐一消灭。但这种病在一开始经常会被误诊。从绝望到希望，普雷兹利和艾里的病例确实证明了蜂毒治疗能够给莱姆病患者带来巨大的希望。这2位当事人更是坚信，蜂毒在体内引起了赫克斯海默样反应，有效重置了免疫系统，他们才得以康复。其实在自然疗法体系中，这也被称作为好转反应、排毒反应。意思是在治疗初期，患者体内的有害细菌被杀死的同时，释放出一种毒素到血液中，短期内身体就会出现明显的不良反应，比如患者会发烧、发冷等等。但撑过这一段时间后，病情就会开始慢慢好转，直至康复。然而有专家警告称，蜂毒疗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但目前仍然没有得到临床试验的权威认证。换句话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它可以减轻慢性莱姆病的症状。况且反复定养有可能会导致局部组织损伤，并增加感染的风险。但不可否认的是，蜂毒这一成分作为抗炎剂确实是有益处的，但盲目进行蜂蛰疗法也有可能引起严重的过敏反应，更不要说那些本身就对蜂毒过敏的人，就更不应该冒险了。因为以上案例的情况是属实罕见的。上述的2个病例确实证明了蜂毒拥有潜在的治疗能力，但被吹捧成灵丹妙药还是不够严谨的。蜂毒的活性化合物称作为蜂毒肽，它会触发神经细胞当中的热传感器，引起灼痛感。但与其他毒药一样，蜂毒肽的剂量还是至关重要的。说白了，剂量不够就没啥用，白白挨咬。而剂量太多反而可能会毒死人。当蜂毒肽的剂量恰到好处，它们在细胞周围的膜上产生了孔洞，使其像气球一样膨胀并且破裂。有科学家也在尝试研究，如果真的能够有效控制蜂毒肽，那艾滋病毒的保护性细胞膜也能被攻破，同样又不会伤害人体细胞。这样一来，病毒也就没有机会进化出耐药性。看来人们对于蜂毒的研究还是得任重道远。另外，除了蜂毒，大自然当中还有许多强有力的神经毒素，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式，在安全有效的前提下好好利用，那假以时日，会有不少的疑难杂症都能够被攻破，绝对是造福人类的壮举。当然，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句，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偏方都是有风险的，使用需谨慎。未经考证的疗法，大家还是不要乱用为好。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还听说过什么奇怪的偏方吗？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如果觉得视频做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关注。我是郑郑，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